应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邀请，总统拜登将于3月1日向国会发表他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这一日期不太寻常，较通常时间晚了几周，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迟的一次。对此，有分析就指出，3月1日是国会中期选举开跑的日子，拜登政府希望通过陈述政绩助力民主党议员选举。不过，执政将近1年，拜登在内政外交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这也是导致国情咨文难以下笔的重要原因。佩洛西周五致信拜登，邀请他于今年3月1号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称，拜登接受邀请，将在3月1号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国情咨文演讲是美国总统每年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就国情、国家优先事项等向国会提供的当面报告，是美国传统中盛大而隆重的政治秀场。但近年来逐渐变味。2020年和特朗普水火不容的佩洛西就曾把特朗普交到他手上的讲稿副本撕毁，这一演出震惊美国舆论。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Thank you very much. 撕毁讲稿事件令此前针对国情咨文的一些失礼行为相形见绌。2009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特别演说，阐述奥巴马健保法时，共和党众议员威尔森当场对奥巴马大喊：“你说谎！” The reforms I'm proposing would not apply to those who are here illegally. 这一举动遭到两党议员谴责，事后他也不得不向奥巴马道歉。按照惯例，美国总统上任第1年不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意味着这次是拜登的国情咨文首秀。但首秀就创下美国历史上最迟的记录，因为国情咨文讲话通常在1月或2月举行。美联社分析认为，推迟到3月才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是为了给国会两院留出时间就相关法案进行协调磋商。如果两党协调不顺利，将不可避免出现有人羞辱总统的事件。拜登的前任特朗普遭议长当众撕毁讲稿，就是前车之鉴。目前，拜登的心病是1.75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搁浅在参议院，这是他去年4月发布雄心勃勃的100日演讲时提到的2项标志性工程之一。但是现在甚至连党内都有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计划最初预算高达3.5万亿美元，经过两党多番明争暗斗，最终腰斩至1.75万亿美元，才勉强在众议院过关。但是在两党议员席位打平手的参议院，由于本党参议员曼钦因力挺煤炭产业而强烈反对拜登的新能源计划，导致法案陷入难产。路透社认为，如果这一法案跳票，拜登就没有值得写入国情咨文的政绩，因此同为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手相救，将国情咨文延后到3月1号。但这个日子已经无法再拖延，因为当天是中期选举开跑的第1天，如果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通过，民主党将惨败。上台1年的拜登就再多一个头衔，成为美国史上最快的跛脚总统。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将改选众议院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席位，39个州长和地方选举也同步展开。纽约时报周六称，2022年中期选举在德州开跑，而德州一直被共和党人控制。拜登将利用国情咨文来给民主党拉票。I think Republicans are increasingly optimistic about what this campaign situation looks like. Look,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The highest pandemic record that happened this week. You see an uptick in infl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you see a redistricting map that positively favors Republican seats and also a lot of new opportunities for Republicans. So the Democrats are certainly on their heels. 不过，拜登的拉票有多大效果还存疑，因为他马上满1周年的执政，正离他用纠正、恢复、团结、重返等关键词撰写的剧本渐行渐远。内政方面，高通胀和疫情失控让拜登的执政表现差强人意。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拜登不满的原因当中，经济排在第1位。实际上，仅从数字上来看，2021
2021年，美国经济表现并不差，全年 GDP 增速估算可达 5.6%， 是1984年以来最好数字。但这是特朗普和拜登多轮注水的强刺激效果，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副作用。以美国人的体验来说，就是钱变得不值钱了，物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广撒网式发放纾困金也造成许多基层劳动者拒绝就业，因为上班拿的钱更少，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圣诞假期以来，美国超过7000个航班取消，原因就是遍布航空业各个环节的人手短缺。此外，拜登的疫情防控政策也严重依赖疫苗注射。然而，德尔塔毒株让白宫忽略其他防控措施，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拜登一收紧防控措施，就会引发党争加剧、社会撕裂的副作用。防疫政治化令拜登的政策推行陷入两难。在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拥有100人及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要求员工强制接种疫苗后，已经有超过10个州对拜登政府发起诉讼，指控联邦政府越权。在疫苗接种率远未达标的情况下，奥密克戎变异株来袭，一时欢乐的圣诞新年假期之后，美国本周创下单日新增确诊102万例的记录。期望很高，但实际结果乏善可陈的防疫。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时期下，拜登重点攻击的就是说，你这共和党政府这个抗疫完全是不利。那么这样呢，也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胃口就吊高了。但是我们看了1年来，美国的这个疫情是这个节节败退，在疫情管控不力的情况之下，美国的民生可以说是一败再败，滑铁卢，最后造成结果就是中低收入阶层日常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这些呢都是过去拜登上台的时候能够给他投选票的。那么现在这些人开始走向他的反面，内政不灵，拜登政府又在国际舞台上猛打人权牌、价值观牌。他高喊美国回来了，组织党通华裔的所谓民主峰会，还几乎全盘继承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强化与中国的竞争，甚至无视国际上延续多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的精神，组建盟中之盟 AUKUS， 把核潜艇技术输出给澳大利亚，又拉拢日本合作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在多个地区，拜登还强迫他国选边站队，但遭到了东盟等的强烈反对，响应者除了立陶宛之外寥寥无几。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在拜登又一个失败的总统一文中犀利地指出，曾标榜自己是转型总统的拜登原本应该带领美国恢复尊严和审慎，但拜登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固执但摇摆不定，雄心勃勃但无能。从阿富汗撤出剩余部队的决定毫无理论价值，该决定所依据的军事和情报假设也存在严重缺陷，执行方式是对国家的羞辱和道德上的背叛，时机更是灾难性的。但拜登似乎是美国最后一个意识到这些的人。内政外交表现不佳，美国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刚刚当选时，拜登经历了蜜月期，支持率保持在 54% 左右。不过形势在去年8月底阿富汗失败的撤军部署后急转直下，如今更是创下新低，只剩 43%。这个表现比前任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在同期的表现都要差，仅高于特朗普的 38%。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言，这是不祥之兆。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认为，拜登极有可能成为史上最快跛脚的美国总统。近期拜登拿不出1-2张亮牌，特别显眼，内政上不大能指望疫情一下子能遏制住。没有，只要没有大规模的爆发，这对他来说也可以算一张牌了。但是这个很难，让老百姓，尤其中低收入层的老百姓，立马解决他的这个油荒、气荒和日用品的这个供应不足，这基本上也不能指望。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讲大概率来讲，这次拜登的这个中期选举会对他非常不利。那么结果呢，就是造成一个跛脚总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1日到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是历史上最晚的一次，这是为什么呢？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它是有历史渊源的。从1934年起，通常是1月份发布。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好像什么事儿都挺迟缓迟钝的。他就任后的首次国会演讲是2021年的4月28日。在去年的国会演讲中拜登提出了数万亿美元的开支计划，被看作是自1960年代以来对美国社会福利的最大的扩幅的改革方案。那么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拜登要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过去1年的成绩总结和新的立法计划。但是
拜登能有什么样的成绩可讲呢？除了外交上的美国回来了，他还能讲什么呢？这内政呢是比较差的，特别呢是国内经济和疫情防控。拜登的2项万亿方案得到了国会的通过，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方案和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但是呢，最具指标性的1.7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法案呢，仍然在国会耽搁着，反对者呢还是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就是说呢，总统的国情咨文该讲些什么，这个拜登心中呢没底，加上呢他的支持率比较低，仅仅好于特朗普呢一点点，比以往的历届总统呢都低，所以呢这个白宫用没准备好来搪塞，而国会呢就推迟了国情咨文的发布时间，因此呢也便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这是美国历史上呢首次推迟到3月才发表国情咨文。那么之所以推迟呢，还是这个争取到了一些时间来呢，在国会继续推进1.75万亿美元社会福利法案。当然呢，奥密克戎这个病毒这个袭击美国，导致确诊人数激增，恐怕也是这个国情咨文推迟发表的原因之一。另外呢，这个选择3月1日作为国情咨文发表时间，也有中期选举的考虑。那么从3月1日起呢，美国中期选举就要拉开战幕了。众议院全部435席和参议院约1/3的议席共34席呢，都要进行改选。那么很显然呢，拜登呢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发布国情咨文，以好消息呢来启动中期选举，来迎接民主党执政1年来面临的大考。